好了，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做一个双截龙3的一个极限视频啊，是来自于双截龙3传说中的这个速通打法，而且呢，咱不允许使用啊这个什么，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这个咱们用武器呀和这个换人，也就是说呢，咱们不允许使用这个蛤蟆功啊，就是这个第2关招降，也不允许使用的这个忍者，因为有的地方呢用忍者的话也是速度非常快啊，可以快速的把一些这个怪物呢打到桥底下去，或者说是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打法，或者说是这个自杀，然后呢跳到最上面去啊。当然呢，这个今天的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咱们的游戏王不同，也是这个作为一个 FC 的一个大神啊。咱们看这个，由于是本身啊咱们是人脑，所以说操作起来呢也是难免会有一定的失误，大家伙儿也是要不要那么对吧啊？这个不要太极限，因为毕竟不是 TAS。好了，那么今天的开头也是希望大家伙儿呢帮忙，在屏幕上扫描这个2维码。然后呢，这个下载这个飞熊视频 APP， 同时呢，可以在小狼这个APP 当中，小狼视频里面留言，然后可以抽奖啊，获得一些这个 Q 币啊、话费之类的奖项。而且呢，1个星期之后呢，还有一个大奖，希望大家伙儿可以来这个试一下啊。好了，那么今天看一下，这边是速通打法，看刚才还是有一定的失误。咱们呢就是在这个地图当中呢，就是要快速的把人扔到悬崖底下啊，扔到楼底下，就是迅速这个秒杀。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操作啊，一定不能出现这个失误。万一你被打下去，那咱们就不用解释了。你被打下去，那还用扯吗？啊，一是你不能被打下去，二呢就是说你前 AB 的时候呢是抓到头的一瞬间，然后往反方向拉这个方向键。这样的话会瞬间扔到身后，大家伙儿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好了，看看第1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呢，大家伙儿之前看我的解说都知道啊，他是一个会葵花第3式的 BOSS 啊，这个哥们儿。怎么跟你解释呢？啊，还是就是挺嘚儿的吧啊！打他的话呢，还是用歪轴。你要跟他起身平行的话，是很危险的啊。开头呢，先给他转一下，大家伙儿都知道。然后后来呢，就是利用一些旋风腿。当然啊，咱们这次呢，由于速通，咱们有的地方呢就不进这个旋风腿了。如果什么都进的话呢，确实没法玩啊，确实没法玩。当然呢，咱们看看第1关还是不错，有一点点小失误啊，就是在楼梯上面的时候呢，可能浪费了一点点的时间，大伙儿也是看得很清楚啊。好了，第2关就是一个长廊，这个长廊走到底呢，就是一个小屋啊，就像这个咱们东北那个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感觉啊。刚才也是浪费了一个兵的时间。其实这种如果要是 TAS 软件的话呢，可以开始就一直往右跑啊，可以这么跑的。但是人脑的话呢，建议不要这么打，因为如果要是那样打的话呢，很可能会让咱们自己会多次受到伤害，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好了，你可以看到连续投技的时候，咱们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啊。所以说，经常你会看见那个薅毛，单挑一个怪的时候，薅毛是最厉害的啊。看似好像浪费时间，但一套招能打死1个人啊。再有呢，就是说打死1个人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咱们可以这个，你比如说可以躲过这个别人的攻击啊。这些小兵呢，比如说你在抓这个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对你进行攻击啊，这是无效的啊。好了，当然呢，咱们也是多次会看到粘墙，就是粘墙反跳这个招式呢，我就记得啊，小的时候也经常选择练，但是呢，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对于我这种技术，我们小时候那些小伙伴那种技术来说啊，基本上属于白扯啊，就是玩不出什么花哨肠子来啊。主要就是怪物什么时候刷怎么走，我们也不太知道。然后还一直堵门口就是旋风腿，然后呢马上起身，这个旋风腿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好，因为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看这个中国功夫啊，蛤蟆功，这个中国功夫的上面要跟你一定对话的内容就是反正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那的啊，这那咱也看不懂啊，咱也看不懂这个日文，也不用去管它，但是开局的咱们可以打他一下。好了，利用歪轴，然后呢哎呀没打好，撂蹶子一下就能给踢倒。踢倒之后呢，他一捂肚子啊，起身压制捂肚子之后呢，马上旋风腿，这是一种打法啊。但是这种打法呢，其实如果跟 TAS 比的话呢，这种打法就肯定是慢。好了，你看这尤其是还容易出现失误啊。好了，旋风腿，踢一脚之后呢，再旋风，因为这些 BOSS 的血量呢还算是比较多的啊。这款游戏小的时候我觉得，剧情方面是无力吐槽，因为剧情完全有点扯，但是它创办了这个当时 FC 的闯关游戏当中啊，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就是说能用武器，能换人，而且还有多种招式，有飞腿，有前跳，有这个薅毛啊，还有这个抓头抓，就是抓到头上然后扔出去啊，还有粘墙以及旋风腿，加上这个换人啊，尤其是换人啊，就换成这个传说中这个中国功夫还有日本忍者啊，就是一起去寻宝那种感觉。但是事实上也就这么回事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只能说是这个，只能说是小的时候呢都不太会玩吧啊，因为正常来讲呢，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对于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好像基本上是不换人，因为我觉得那两个人不好使啊，一个就是蛤蟆功，蛤蟆功那个原地起跳呢就是高抬腿2点。然后呢，这个拉住前就是蛤蟆功，忍者呢就是我觉得更嘚儿啊，所以说用起来呢还不是很方便。武器呢更不会用了，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按那个暂停左边那个啊就可以选武器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啊。好了，这关忍者关呢刚开始有一个竹排的陷阱，但是利用前跑，这个游戏呢可以拉住3次前啊开始起跑的。起跑的话呢就是这个能增加一定的这个速度时间。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看到刷点啊一定要掌握好啊，而且呢它经常会就不是经常，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下子出来2个怪，什么时候刷怎么刷，只要记得很清楚就靠谱了啊。哎呦我去，忍者跑得很快，摘旋风腿回身，后面呢还得再打一下啊。这里面的 BOSS 刚出来的时候对话咱们也是可以对他进行这个攻击。但是呢，正常来讲啊，如果是 TAS 软件速通的话呢，最快的就是用蛤蟆功。但蛤蟆功那个人呢，不是用那个前 AB 啊，不是用那个招，也不是用原地 AB， 真正的用这个招式呢，就是啥？就是用这个普通 A 啊 ，A 的节奏 A 的好的话呢，就是不管多少小兵，就是一顿揪就能揪住能秒。好了，反身位一踢，咱们看啊，在踢过来一瞬间呢，出现对话，但是咱们还能踢到了。这个就是开局能打着一下啊。这是玩了多次的经验，然后压起身，好了，判断他呢是反跳，然后反踢回来，这次可能也就是没掌握好吧啊，再旋风腿，这个呢就是对于人物的了解和预判。好了，2个人相杀，合适啊，这种情况下一个旋风腿呢就基本上，其实我想说基本上这2个人血量差不多 ，BOSS 跟咱们，哎呀这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啊，如果是 TAS 软件的话呢。基本上无伤的话，那更能够这个减少，就是说白了减少一定的时间嘛啊。当然忍者呢，好像跟这个蛤蟆功比的话，他血稍微少点，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啊，踢几脚就死了。这样的话呢，咱们看看前3关啊就过了，第1关是入门关，第2关、第3关是这个招降关啊，就一起去寻宝的节奏。然后第4关呢，可以看到有点像那个欧美风格的啊，什么希腊那种感觉啊，不是罗马的什么玩意儿。反正一堆这个大汉，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血量非常多，2个飞脚都踢不死，可以看到啊，就是像那种就是白人，可能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哎这个光头也踢不死啊，那看来就是关底了啊，这就是跟关有关的这个节奏了啊。好的，踢一脚一顿电炮，你看你电炮的时候呢，那个人都瞅着啊，就有一种威慑力。根本都不敢对咱们进行攻击，而且呢，这个其实攻击也没什么用啊，并没有什么卵用，不好使，就是一顿薅毛。这个薅毛怎么抓？很多人不会，就是你在踢一脚的一瞬间，或者说你把对方打成这个后仰姿势的时候呢，拉住前，就跟这个闯关游戏拉住前呢，近身之后呢就可以薅毛。但是你如果不打出这种就是后仰的姿势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薅毛的姿态。大家会懂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正常打的话，你不可能直接走过去，或者他跑过来，你就能抓住他。但一般咱们说街机闯关游戏呢，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好了，一顿电炮飞脚啊！好了，看看这个位置，直接踢下来，然后进门，非常帅啊！如果是 TAS 软件打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那个视频。TAS 软件打的话很简单啊，就是在刚才那个台阶的第2个台阶上，然后用这个传说中中国那个蛤蟆功。然后呢，他刷兵呢是在第2节台阶的这个背后刷的，也就是说莫名其妙从这个石头当中出来啊，就是很嘚儿。好的，这一次这个2个小兵做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配合啊。其实我一直都在想，现在正在打的这个怪物，他不能说怪物啊，就是说这个小兵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小兵就酒鬼，他拿的那个东西我怎么感觉怎么就像酒瓶子啊？但是不是啊，酒瓶子打人不碎吗？这想想也是怪怪的啊。好了，一顿电炮旋风腿，正好踢死2个，
刷出一个人，哎，没刷，还有一波啊！这次年强踢的有点早，可以看到咱们血量也不是很多啊。其实打这关呢，也是用歪轴，歪轴打得好啊，要饭要到老啊，你懂？哎呦我去，好的地粗柳子，这两个怪挺有意思的啊，一个扔出来，然后马上在地粗柳子也是碎了，年强踢一脚，但是相杀，还剩四管血啊。其实双叶龙这个版本呢，还有一个版本叫255血版，就是血量非常非常多啊。还有这个版本，好啦，起身，这哥们儿是作为肌肉男，但是咱们对他来说呢是没有什么剧情可以说啊，就是打过他就行了。好了，一直歪轴旋风腿，打他的话呢，旋风腿就足够用。当然呢，有一些玩家问小狼旋风腿怎么练？如果你要是玩过这款游戏，你问我旋风腿怎么练的话，我只能说你就一点童颜都没有啊！好的，再炫！哎呦我去，这么一个欧美大汉啊，怎么说呢？他也这么精壮，被一顿旋风腿给踢懵了，哎，没谁了啊！好，当然第4关呢，其实我觉得第4关难度呢，就是没什么太大难度，就是怪物的血量好像变多了。再有的一点呢，就是啥呢？咱们在下一关啊，第5关的时候呢，就是对于地图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其实玩过这个双截龙2的人应该都知道啊，这个有几个地图呢，这个非常恶心，就是你跳的时候啊，容易出现失误。这种情况下，你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就是你懂的啊，就是嗝屁了啊！双截龙2呢，我觉得要比这个3呢啊，地图上设计的稍微难一点，但是要论游戏难度，我觉得2呢还没有这个3难，因为3确实玩起来挺嘚儿的啊。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双人配合，在可以接关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通关，就各种死人啊，还就是好像是还在借人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事实上就是，一遍还打不通关，比如说打到了第几关啊，我2个人所有人都死完了，但是从当前关卡啊重新接，就是有点像那个接壁接关那种啊，重新再打，那样的话就是能通关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小的时候呢，这款游戏带我还没有，我都是在别人家玩，所以说技术也就那么回事啊。小时候基本上就是标配就是啥呢？双截龙2、双截龙3，如果谁有的话，那牛逼了。你像我家有一本带就是3不童子，所以说那款游戏我是比较了解。好了，这个是反跳，然后直接踢下来，原地旋风腿又漂亮，这就是秒杀啊！这就是秒杀。这个地方呢，咱们一般都是自杀啊，在他下来的一瞬间呢，咱们自杀之后呢，就是自动跑到上面去了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咱们不能死人，或者说是不能这个换武器换人的话呢，咱们就只能从这儿走了啊，没办法。好了，这一次没整好，想薅毛扔回来，但是没有成功，浪费了能有3秒多的时间。好了，作为传说中的最后一关啊，这一关的 BOSS 呢，严格来讲呢是有，你可以把它当为4个 BOSS， 但是这个其中有3个 BOSS 就是木姨奶啊，就是你懂的啊，那木姨奶挺嘚儿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双截龙2里面有个设定挺好的啊，就是传说中最后一关呢啊，咋说人家就是剧情非常饱满，但是双截龙3呢，就是这个剧情无力吐槽啊，就给人一种就是纯是法老王就是寻宝啊掏金那种感觉。你看啊，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还是该薅毛薅毛。好了，一顿旋风。旋风腿呢，如果踢不到人的话，比如说这个小兵蹲下了，啊，踢不到人的话，那就非常悲惨了啊，就会出现问题啊，就是各种被啐那种感觉。好了，开门呐，拿出这个宝珠啊，然后呢，再往后走的话呢，就是进屋的话呢，还有应该说有一票忍者。咱们看这个蛋啊，3个蛋。其实我一直觉得吧啊，就这款游戏有的时候挺磨叽。好了，这边忍者这个地方还是需要一个珠子，但是他是打出一个珠子，然后再从门里进去，哎，不知道咋设计的啊。好在这个忍者呢，他的防御力并不是很高，但攻击力还可以啊，毕竟人拿武器呢啊，这个武器还是不可拆卸的。旋风腿，哎呦我去！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就是他们那个移动速度啊，那才叫移动速度。咱们这个别看是双截龙啊，这个作为主角来讲呢，其实
也就有一些赖招而已吧啊。再往后呢，基本上就没啥了。哎呦我去，这一脚踢着都感觉疼啊！哎呦我，国际跳高冠军啊，而且还是往后跳。要说这个日本忍术呢，曾经也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咱们的神通术啊，就是你们懂吧啊？就是据咱们说传说中三国时期有个人叫左慈啊传过去的。好了，再次开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打忍者。打忍者的话呢，他是为了速度，有的时候可能会冒险，所以说经常会挨打。但是如果说要是正常玩的话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正常玩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稍微猥琐一点，站的位置非常好，旋风腿呢都是等着他在你 Y 轴的上下，然后呢你才会这个出旋风腿，然后踢着他就踢着，踢不着他呢他也打不着你，你再直接旋风腿就可以。但是有一些小兵非常恶心，就是原地就是他就跟着原地靠着啊，也挺嘚儿的啊，就是他一直蹲，这种情况也比较少，反正是。好了，这是利用一个站攻击挥空，然后呢起身勾引他出攻击啊。这个呢一定要需要节奏，玩法呢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玩法是都会，但是就是看谁能够掌握这个，就看谁能掌握这个啊。好了，刚才摁了一个暂停选人的这个效果啊。正常我就是给人一种正常感觉，好像是要换人或者说想要换武器的感觉，但是事实上没有。其实这个双节棍也是很厉害的啊！你像打第一关的关底，那双节棍一顿爬着。好了，中间的木伊奶，这个木伊奶看颜色就不一样啊！你看下蹲。好了，打还是一样，就是先站腿，然后呢挥空，然后再旋风。哎呦，这一个投技，看来这个血量也不是很多了啊！哎，哥们会投技，看没看？指令投就是没谁了。跳跃攻击，好了，还剩2滴血啊，直接变成公主了啊！这传说中，一条蛇，旋风腿，打他的话呢 ，pass 是把必中，但是咱们人脑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嚣张了啊。好了，再旋风。呀，这个有的时候平点啊，这有时候就平点，但是你勾引他是不平点的。他用蛇钻你那一下呢，你一定要走 Y 轴，然后呢 Y 轴走好，看他钻起来一瞬间呢，再走回去旋风腿。你看，就是用 Y 轴来走啊。好了，想发气功，他只要一想出招啊，那就是挨揍了。就是好像如果没有旋风腿的话，这个游戏确实玩起来很讨厌，是吧？啊，再旋风腿，你看血太多了。这公主长得挺好看，怎么这么 boss 呢？啊，这公主按照我的想法呢，比这个第2代的 boss 啊，我觉得要恶心一点。但是呢，那是因为咱们不会赖招啊。其实2代里面也有赖招，就是一顿 A 就可以 A 死。好，当然呢，最终呢就是通关了，然后没什么剧情表现啊。就这么一个金字塔，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再就没有然后了啊！所以说今天录像也就到这儿了。当然片尾呢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可能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今天实在是有点就莫名其妙，你知道吧？就特别沙，特别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是落下病根了啊，慢性咽炎啊。好，当然呢也不多说废话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这个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来订阅小狼的视频解说。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大家伙的一路陪伴啊，18分钟的这个催眠这个视频，咱们大家伙今天就到此为止。如果你睡着了的话，麻烦你就是睡得香一点；如果没睡着的话，麻烦你关电脑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睡觉吧。